4年了，你既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也知道谁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可你从未向我问过婉娘一句，哪怕一个字。如果不是因为婉娘，江雪宁本该过着金尊玉贵的生活，可当她真的见到同父异母的姐姐江雪慧时，却不自觉地同情起婉娘来。江伯游婉娘是扬州瘦马，被人送给江伯游，抬了做妾。18年前，嫡妻孟氏怀着江雪宁时，颇受宠爱的婉娘也正大着肚子。孟氏与婉娘不睦，寻了个错处，要把婉娘撵去庄子上。婉娘也不是吃素的，趁与孟氏同夜生产何府上下无暇他顾之际，调包了2人的孩子。从此，婉娘的女儿摇身一变成了江家嫡女江雪慧，锦衣玉食，学礼之意。孟氏的女儿江雪宁则随婉娘去了田庄，虽也读书认字，但大家闺秀的规矩她是半点不懂。4年前婉娘病重，休书一封，吐露了狸猫换太子的实情。江伯游大骇，查实后派人接江雪宁回府。江伯游慈父心肠，格外怜惜命苦的江雪宁，更有几分愧疚之心，因此对江雪宁多有溺爱。孟氏婉娘临终前留下遗言，悔之晚矣。孟氏听了，虽恨极了婉娘，却没法跟一个死了的人计较，更做不到迁怒已有母女之情的江雪慧。孟氏担心江雪慧恢复庶女身份惹人耻笑，选了个折中的法子，假称江雪宁命中有难，14岁之前为避祸被送去了庄子当寻常人家孩子养，如今期限一满，自然接回府中。江雪宁五官虽像孟氏，但毕竟是婉娘教养大的，眼角眉梢的韵致无不让孟氏想起婉娘。刚开始，孟氏也想补偿江雪宁，但江雪宁总是提起婉娘又不服管教，孟氏便是有10分的愧疚也都磨没了。江雪慧、江雪宁和江雪慧之间隔着命运的捉弄，江雪宁玩的是踩水插鱼，江雪慧学的是琴棋书画。婉娘死前曾拉着江雪宁的手，江雪宁以为养母是有话要同她说，谁想婉娘拿出一只上好的玉镯，哀求江雪宁代为转交江雪慧。江雪宁只觉一盆凉水当头浇下，她对江雪慧的敌意便是从这时开始的。等婉娘去了，江雪宁回了府，见江雪慧对生母只字不提，觉得她不配拥有婉娘的遗物，便将镯子弃于匣中，一直没给江雪慧。江雪慧享受了本该属于江雪宁的一切，江雪宁见着她既自卑又嫉妒，除了借着江雪慧庶女的身份拿捏她，还抢了江雪慧入宫给沈芷衣伴读的机会。沈芷衣贵为长公主，受万千宠爱长大。20年前，平南王举兵谋反，沈芷衣被叛军从乳母手中夺走，以胁迫其他躲藏的皇族现身。兵荒马乱之际，沈芷衣的脸被匕首划破，留下了伤疤。年岁渐长后，待他明白别人注视这道疤时目光的含义，由怒而恨，由恨生悲。重阳灯会，跟着沈介出宫的沈芷衣遇见了女扮男装的江雪宁。江雪宁看沈芷衣过于在意自己的外表，于是拿别人描花灯的细笔蘸了鹰粉，替她把扎眼的疤绘成了飘落的花瓣。沈芷衣对江雪宁暗生情愫，直至江雪宁入宫伴读，沈芷衣才知自己一腔痴心错付，面子上挂不住的她当即便黑了脸，之后更是对江雪宁处处刁难。燕林江雪宁被欺负，燕林因此与沈芷衣吵了好几回。沈芷衣怪江雪宁挑拨离间，让燕林与自己生了龃龉，越发变本加厉的为难江雪宁。燕林与沈芷衣从小一起玩到大，他出身将门，是永义侯府的小侯爷。江雪宁辗转回京后认识了燕林，燕林带着他在京城肆意玩闹，颇有几分青梅竹马之意。可以说，江雪宁最快乐的日子里，身边都有燕林的陪伴，若没有意外，燕林是要娶江雪宁的。可惜燕林没有等到上门提亲的那一天，永义侯府就因牵连进平南王谋逆案被抄了家。平南王是沈芷衣的叔父，骁勇善战，是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，但沈芷衣的父皇娶了薛氏，薛氏的兄长是定国公薛远，薛远娶了燕林的姑母燕敏，有2大显赫家族的支持，沈芷衣的父皇靠着姻亲在皇位更迭中成了最后的胜者。平南王被派去了封地，他不甘心，暗中养兵，于20年前造反，挥兵北上，直取京城。燕敏兵变发生时，
沈芷依的父皇正在上林苑行猎，因此避过一劫，被精兵护着向北而去。但是皇后薛氏与太子沈郎却来不及出逃，一同被困的还有燕敏和儿子薛定飞。平南王派人挨家挨户的拿人，以300男童的性命逼皇室交出太子。薛氏心狠，以燕敏的安危要挟薛定飞去叛军阵中送死。燕敏不同意，薛氏冷言道：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尊卑有别，贵贱不等。平南王执着于皇室恩怨，将人质尽数屠戮。永义侯府和定国公府的援军杀来，平南王兵败。燕敏丧子后伤心欲绝，与薛远和离后回了永义侯府，不久病逝。燕穆回京时，人质被冰雪覆盖，挖掘时带下了皮肉，尸体难以辨认。燕敏因此存了一分希望，坚信薛定飞不在其中。临终前，病得说不出话的燕敏拉着弟弟燕穆的手，看着他直掉泪。从那以后，燕氏与薛氏断绝往来。20年的时间里，燕穆一直暗中与平南王余党通信，不为谋逆，只为找寻薛定飞的下落。沈界永义侯府被污蔑谋反后，燕氏一族女子充为官妓，男子罚为奴隶，离家去国4000里，一路都是苦难。尚未及惯的燕林半夜翻墙进了江府，用力攥着江雪宁的手，让他等他。江雪宁对他说：我要嫁给沈界，我想当皇后。江雪宁看上沈界是在永义侯府出事之前，自小婉娘就告诉他，女人天生便该去求荣华富贵，坐在皇帝身边执掌凤印，母仪天下。沈界原本中意的是有过一面之缘的江雪慧，但他仅有一方手帕作为信物，被江雪宁钻了空子。薛太后沈界继位，薛氏当上太后，极力反对江雪宁封后，说她德不配位，举止不端，只配封妃。老臣们知道后纷纷上书劝谏，称天底下从没有储君继位却不封妻子为后的道理，皇帝空悬后位恐遭世人耻笑。沈界见江雪宁并无过错，又楚楚可怜，被激起了保护欲，不顾母后反对，立江雪宁为后。薛太后成天对江雪宁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动辄用孝道压她，婆媳关系降到冰点。直到薛叔入宫封了贵妃，江雪宁才回过味来。薛太后对她的打压都是为了扶植娘家侄女。薛叔是薛远继室所生，与江雪宁同岁。江雪宁不爱沈界，薛叔入宫，他乐得让沈界歇在薛叔宫里，自己一心一意当皇后。好景不长，薛叔凭借母家尊荣，又与沈界是表兄妹，很快有孕，封了皇贵妃，协理6宫。于是后宫成了修罗场。张遮江雪宁的根基本来就薄，为了不被薛氏姑侄赶下凤位，他对投靠之人来者不拒，就连小小的7品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江雪宁也有心拉拢。张遮第一次见江雪宁是在避暑山庄，他在亭子里等候沈界召见，恰逢游湖赏荷的江雪宁上岸躲雨。见礼后，张遮避嫌退了出去，站到了亭外台阶下。天上还下着大雨，张遮一出去，只片刻就被雨水浇得湿透。江雪宁嫉妒张遮的清正，从太监手中接过伞，并不打，只把玩着伞柄，看雨水从张遮冷硬的脸上淌过。江雪宁对张遮的第一印象是他不识好歹，却不知张遮对贵为皇后的他一见钟情。谢微苦心筹谋的江雪宁，凭借察言观色会讨好人的本事，聚拢了一批势力，与薛太后和薛叔打了个平手。但是如此不便中间的用人，让他在清流眼中成了结党营私的代名词。当谢微和燕林攻入京城，将江雪宁软禁时，前朝逼江雪宁为沈界殉葬的奏折早已飞似雪片。从被薛氏推出去李代桃江的那一刻起，薛定飞就死了。被救下后的他抛旧名社旧姓，以金陵望族谢氏子弟的身份布局筹谋，向薛氏复仇。游方银江雪宁自尽时，游方银陪着他。游方银是清远伯府的庶女，笨拙可怜，一朝落水被人穿越，性情大变，从此抛头露面，开票号立商会，短短几年变成了富商。江雪宁因为受够了乡间那些势利之人的冷言冷语，江雪宁自小便想当人上人，她舍弃了燕林，抢了江雪慧的姻缘，费尽心机嫁给了沈界。繁华作茧，谢微扳倒薛氏的时候，江薛宁还拍手称快，谁知半年不到，谢微毒死沈界，
把整个朝堂都控制在了自己手里。江雪宁这个皇后也终于风光不再。走投无路的江雪宁选择了自尽，锋锐的匕首划破脖颈，精致的步摇砸在地上，这是她的上一世。全编辑让江雪宁重生在了18岁半，她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